达斯坦森只是出演了一次反派，差点把主角何冰演出心理阴影。刁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居然你还笑得出来。大宋提刑官拍的时候，最让制片组头疼的不是主角宋慈，而是反派刁光斗。这个角色不是一般的坏人，而是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，把权力和野心平衡得很好，嚣张起来能横着走，藏拙的时候又能装得比谁都老实。剧组找了一圈演员，要么演得太脸谱化，一看就是坏人，要么太温和，压不住刁光斗身上的城府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的时候，制片人余胜利拍板了，找郭达。这话一出口，剧组没人不反对，连导演都皱眉头。那会儿的郭达在大众眼里就是个春晚小品专业户，每年除夕都陪着大家笑，演的不是憨厚农民就是热心邻居，浑身上下都是喜庆劲儿。让一个靠逗乐吃饭的演员去演一个心狠手辣、笑里藏刀的贪官，还是正剧里的核心反派，谁看了都觉得不靠谱。其实郭达是上海戏剧学院科班出身，当年上戏在西安只招了一个学生，就是他。毕业后他在西安话剧院演了近10年话剧，台词功底、表演功底都实打实，只是后来话剧没落，他才转型做了小品。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成了喜剧标签。郭达接到邀约的时候也很激动，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，是摆脱小品演员标签的天大机会。面对这份邀约，郭达满心珍视，也暗自下定决心要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只是剧组上下依旧有顾虑，毕竟大家对他的喜剧印象太深，没人敢笃定他能驾驭好这样一个复杂的反派角色。郭达为了刁光斗这个角色，几乎把自己掰碎了重塑。他最下功夫的就是笑容。春晚舞台上，他的笑是憨厚的、亲切的，哪怕是搞笑，也带着一股朴实的味道。但在剧里，他的笑全变了味儿，每一种笑都藏着算计和恶意。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就是他那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嘴角上扬，看着像是在客套，可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没有一丝温度，冰冷的像淬了毒。每次他露出这个表情，我们就知道绝对没好事儿，要么是算计好了圈套，要么是已经把人拿捏得死死的。除了这种阴笑，他还设计了好几种笑。得逞时的放肆大笑，不是小品里那种夸张的搞笑，是带着傲慢和自满，仿佛在嘲笑所有人的愚蠢。被宋慈质疑时的冷笑，声音低沉，眼神不屑，藏着你奈我何的嚣张。还有和官员周旋时的假笑，圆滑又虚伪，每一个弧度都透着官场的油腻。还有他的眼神，我们会发现无论什么时候，他的眼睛里是没有正向情感的，冷冰冰又贪婪，像一条蛇。而剧中最经典的一段，莫过于宋慈查到刁光斗贪赃枉法的证据，找上门对质的名场面。这段戏是郭达把刁光斗的嚣张和狡诈演得最张扬的部分。一开始，刁光斗还装模作样的客套，端着官员的架子跟宋慈打官腔，语气里全是虚伪，眼神却一直在打量宋慈，盘算着怎么蒙混过关。可当宋慈拿出他贪赃的证据摆到面前时，刁光斗瞬间变了脸，再也不装了。他没有慌乱，也没有辩解，反而一脸得意地细数自己贪了多少银两，以及拿这些钱搭了什么样的桥，语气里满是炫耀，那姿态仿佛在说自己能贪到钱，打通关系是本事而非过错。宋慈气得怒火中烧，斥责他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竟还毫无悔意。刁光斗听完反而笑得更放肆了，那种不屑和嚣张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他死死盯着宋慈，那眼神里的轻蔑不言而喻，明摆着就是在嘲讽宋慈的天真，觉得对方仅凭一腔热血根本撼动不了自己织就的官场关系网，更动不了自己分毫。这段戏郭达没有夸张的动作，基本都靠眼神和语气拿捏，从虚伪客套到破罐破摔，再到嚣张跋扈，情绪转换的丝毫不生硬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就是演个反派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但你要知道，刁光斗的坏是骨子里的坏，是明知自己错了却依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坏，这种坏最难演。可郭达演活了，甚至他演的这个角色还成为了不少人的童年阴影，他的笑也被亲切地称为刁式冷笑。我想应该很多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一开始都认不出来刁光斗是郭达演的。他用自己的演技证明，喜剧演员演正剧从来都不是跨界，而是向下兼容，他们能把喜剧里的表现力用到正剧里，把角色刻画得更鲜活更有张力。虽说郭达有近10年话剧功底，这部剧里的大段台词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，但刚进组时他还是经历了短暂的适应期。剧组采用的话剧式拍摄方法虽然和他熟悉的话剧舞台有共通之处，但影视拍摄需配合镜头，把控镜头节奏，还要兼顾对手戏的衔接，和舞台上全程掌控节奏的表演模式还是有区别的。初期他难免需要磨合，
所以每天拍完戏，他都会留在片场反复打磨台词语气，调整表情细节，快速适应影视拍摄的节奏。这份专业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夸赞。很多人不知道，《大宋提刑官》里刁光斗的结局被处理得很有深意。原本剧本里是残暴的杀戮场面，最后被改成了黑白棋子纷纷落地的场景，隐喻着他一生的算计，最终不过是一场空。郭达演这段戏的时候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把一个贪官的落幕演得既有悲凉感，又不缺讽刺意味。但是我们很难说刁光斗是失败的，他自己的生命结束了，但是他撕开了这个朝代最大的遮羞布，也让宋慈认清他之前为了正义，为了这个朝代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这个朝代的掌权人，他们的皇帝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贪官那个贪官，不在乎人民，他只在乎手里的权力。这部剧播出后，郭达彻底火了，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，原来郭达居然这么会演反派，以前真是低估他了。他也终于摆脱了小品演员的标签，让大家看到了他科班出身的实力。现在再回头看这部剧，刁光斗这个角色依然是国产剧里最经典的反派之一。郭达用自己的演技告诉我们，演员从来没有标签，所谓的喜剧演员、正剧演员不过是观众给的定义。真正的好演员，不管什么角色都能演活，不管什么题材都能驾驭。反观现在的娱乐圈，很多演员被标签困住，不敢尝试不同的角色，生怕打破自己的人设。可郭达用事实证明，人设再重要也不如演技重要。